Hello，这里是史力仔。之前有跟大家简单介绍过曼谷的浴室，那日本呢通常会把这一类的场所叫做发展场。那和曼谷很不一样的呢是，日本的发展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规则非常的繁琐，甚至每一家的限制跟定位都不一样。所以在去之前呢，我也是在 B 站啊、小红书啊，包括 YouTube 都做了很多的攻略。但是去完之后呢，发现还是有很多点是不太精确，或者说有待补充的，所以今天就打算做一期超长的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收看之前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哦。首先要和大家说明的呢是一些通用的规则。那第一点呢，就是日本的发展场里面是禁止聊天的，和曼谷的浴室里面有很多人在大声的聊天不一样。你在日本的发展场里面聊天的话，就很有可能会被店家给请出去，或者说引来周围人异样的目光。而且因为这样做的中国人太多呢，基本上现在每一家发展场的门口都会贴上中文的标识，说禁止中国人，就是禁止在里面聊天啊。当然也不乏哈，就是会有一些发展场它是会拒绝外国人或者说拒绝中国人去入内的，所以这个希望大家之后可以多留意一下他们的这方面的一个礼仪。第二个呢，就是进门一定要记得先脱鞋，不要就是穿着鞋去买票，这个也是他们日本人的就是惯有的一种习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里面不要过多的去纠缠别人啊。同样的，你在里面也是可以去看到一些告示的，就是被拒绝2次以上，你是不可以再去找那个人的。真的吗？对啊，否则的话你很有可能也会被店家给请出去。那我们去的第一家呢，是在昔日暮里的麻辣赛斗。那首先说我的结论哈，就是这一家我是建议可以不去的。那这一家我是看网上说的很有名哈，说是日本 NAMA 的御三家。NAM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的意思，也就是说里面的人可能更加偏好是无的。原本我们是没有打算去的哈，但是因为那一天下了一整天的暴雨，导致我们没有办法逛浅草寺，所以刚好又在附近，就还是去看了一下。那这一家在买票的时候呢，是完全看不到店员的，因为它有一块板直接挡在前面，然后你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你，所以我认为是在店家方面对于人的年龄啊，或者是体格啊什么的是没有太多的限制的。但是在进去之后呢，会发现大家其实身材都很好。虽然确实会有一些年纪偏上的人，但是他们都保养得很好，是，而且有2个身材真的非常好。你说的就是跟我发展的那2个是吗？就是确实有那种线条超级明显，体脂率大概只有10%左右的那种。那这家在买票的时候呢，它是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折扣，叫 PrEP 的折扣，就是你给他看你正在吃的 PrEP 的药瓶。中国的也可以就是他会给你减300日元，但是要注意的是，一个瓶子只能供1个人用，就是你跟他说我们2个人是一起吃的，这个也不 OK。那和传闻不太符合的呢，是在里面我发展的2个人，他们其实都是要求要带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说这个可能更多的还是因人而异吧。我觉得这可能主要是为了宣传预防艾滋这方面的东西。对，日本那边很多的场所都会有相关的一些宣传，还有小册子，免费的小册子可以领。我们在那里大概是待了2个多小时，那这位呢在里面就像一尊佛一样坐了2个小时，然后其中有一个跟我发展的人还跟我说，那个一直坐在那里不动的人是你的朋友吗？他好像一个模特，就一直坐在那里，他也不干什么事情。因为当天真的很累了。那我们出来的时候呢，门口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大概是4点左右的时候，这个也供大家参考。去的第2家呢是涩谷的体育仓库，那纯粹是因为当天晚上我们刚好在附近吃晚饭，所以就顺便去看了一下，结果却是大踩雷。首先里面的人群呢，跟我们平时想象中的、平时口中说的体育生是没有任何的关联的。大部分呢都是一些很精瘦的小年轻，而且他们全部都是长头发。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人是比较偏好这一类的所以我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我是听说他们家最好是会一点日语的，否则是有可能会被拒绝入场。然后他们家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呢，是在迷宫巡航的最深处有一个叫做不可拒绝的房间，也就是你只要进了那个房间，不管什么人对你做什么事情，你都不可以拒绝。就这个从概念上来说，我觉得是蛮好玩的。当然如果人群换一波的话，我应该会在里面比较开心。确实。第3家呢是终于去到了 Body Breath，
这一家呢，应该是在东京或者说在新宿那一块名气最大的了。像刚才提到那2家，我跟当地的日本人聊天，他们有些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但是 Body Breath 呢，基本上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场所，因为它就在新宿二丁目的附近。那这家的空间也会比刚才那2家稍微大一点，刚才那2家大概就只能容纳20多个人的样子，那这一家大概可以容纳30到40个人。不过呢，里面只有一个公共的洗澡间，然后有4个喷头，所以基本上每次你如果要去洗澡之类的话呢，都是需要排队的。这里面基本上都是各国人士都有，而且类型都非常的多样啊。不过质量的话，基本上都在中等偏上，也就是说大家身材啊、长相啊都是比较好的。然后也基本上都是短发。这家呢是我去的唯一一家，在买票的时候你跟店员是可以互相看到的，所以他可能确实对于你的年龄啊或者是发型啊会有一些方面的一个限制哈。那其实也不会很过分啊，就主要是短发加上40岁以下基本上就 OK 了，因为在这家里面我是没有看到任何老人的。所以就是看头发不合格，直接让你转头下楼剪发是吧？这个其实日本人那边他比较含蓄哈，他不会直接拒绝你，他会告诉你说啊，比如说我们是会员专属制之类的啊，然后就会通过这种方式去委婉的拒绝你。你有被拒绝吗？怎么可能？进门的右手边呢，就是普通的迷宫巡航，还有个别的房间。那左手边呢，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区域。不过那天我在那里待了大概2-3个小时哈，我是没有看到任何人在那一块区域玩的。然后那一块区域它也是连接着另一个房间的，然后那个房间呢是专门提供给体型比较大的就是熊族他们去玩的，就是真的有肌肉熊在那一边。然后我是没有过去哈，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可能身形不是很壮的人，他有在别人开门的时候偷偷的过去。这个如果你要过去的话呢，如果你体型是符合要求的，你可以去跟老板单独的要钥匙，他需要单独的钥匙才可以开门。第4家呢，我是挑战了据说是要求最为严格的 Volcano 火山，因为我去之前是有点犯怵的哈，就是非常担心自己会被拒绝，所以我是有在软件上聊了一位日本的小叔，然后他跟我一起过去了。当天在官网上3点多的样子，我看到是已经人满了，在排队的一个状态。结果我跟那个小叔大概5点半的时候到了，还是在排队，然后我们排了大概20多分钟才进去，可见他人气还是非常火爆的。那这家也同样的不大，大概可以容纳20多个人的样子。也正如他的传闻所说哈，里面的人真的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像 Go Go Boy 或者说像模特那样子的身材，像我一样，就是你还差远了。和我去的那个小叔呢，本身身材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基本上在那里面呢，我都是跟他在发展。迷宫的尽头呢，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房间，它是没有门的，然后里面有一个吊床。那中途呢，我也在那个房间里面有玩了好一阵子。不过里面的人呢，他更多的都是会过来围观那有时候中途我休息的时候想让他们加入他们都就是全部都害羞的走了。很多人会说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是端着的，然后会打你的手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因为我中间有尝试着去挑战了，就是里面我觉得最帅，然后身材最好，然后又最高的一位。因为我跟他好像就是有对视上嘛，然后他好像有微笑怎么样，然后我就有尝试过去就是跟他打招呼什么，他有跟我点点头，然后我可能会错意了，我以为点点头就是 OK 的意思，所以我就是可能想要上手之类的，他就会就是中途截住我的手，然后就是再点头微笑，然后可能我就会到意是拒绝的意思了。但我觉得这个大家也不用气馁因为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不是说被拒绝一次就会怎么样，也很正常。那最后一家呢，就是小段自己跟朋友去的24会馆，因为那天我去了 Volcano， 所以我就没有空再去24会馆了。这家跟其他的不太一样，是它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水疗会所，总共是有6层楼，对，还是7层？6层，就是你算上阳台的话就是7层，那总共是有7层楼。然后里面是会有像温泉桑拿这一些，就是可以提供客人休息的地方当然门票也会稍微贵一点，那其他家大概都是1500左右，那算上折扣可能1000出头。那这一家的话呢，就是要3300的门票，如果在晚上9点之后再进的话呢，它会涨到3900
不过这一家是可以过夜休息的啊，所以就是看大家各取所需吧。那关于里面的人群呢，其实我之前啊，因为我之前有约一个意大利的小哥，他跟我介绍24微馆说里面的白人、欧美人是很多的，然后大概都是在20到40岁左右，所以其实本来我是对这个场所还蛮有期待的，但是其实你去了之后就是感觉怎么样？那边反正老人确实还比较多。刚进去就有一个老人，然后一直在看我，然后他是长头发，然后如果你不看他脖子以下的话，会觉得你分不清他是男的女的。然后太夸张了，真的。我跟我朋友换完衣服，他们两个先去那个洗澡了，然后我可能稍微耽误一会儿，然后他就直接走到我旁边，然后跪下来，然后当时然后就幸亏后面是朋友把我拉走，要不然真的是很下头，很下头，真的蛮下头的。这里可能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在曼谷的话，大家可能更多的偏好是会在晚上去，然后人会比较多一些。但其实在日本是反过来的，下午的话质量高的人会多一些，那到了晚上可能真的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些老人才会去了。一个欧美的，也是跟我们差不多同一时间进来的一个，他身高好高，然后又有身材，但是好像语言不太通，语言不太通。对，而且我跟语言不是英语，他当时也没有敢跟他说话，因为我朋友就在我旁边。最后总结一下，就是我觉得日本的发展场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的灯光没有很暗，就是你能够看清所有人的脸。那不像曼谷呢，就经常喜欢弄一些全黑的地方，就是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啊！我实在是不知道这种地方你要怎么去发展，毕竟我们每个人也不是来者不拒，对不对？而且基本上环境都非常的干净，我觉得在卫生上这一点大家还是对日本人可以很放心的。那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体验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做好事前的保护措施，还有就是注意社交礼仪。那大概就是这些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了。